今天呢，我们来教大家创建一致性的这个人物角色。大家注意，这个一致性的人物呢，一般呢我们可以用来训练 LoRA， 或者是放在某一些特定的图片当中，比方说故事里边，因为它人物是不变的，可能让人更加具有代入感。那其实呢，大家看到现在呢，我生成了一些人物的这个角色，它在面部、衣着或者很多方面呢，都是具有很强的一致性的，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它在训练 LoRA 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在训练一个人。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把面部抠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在更多的关注面部本身。那一致性角色除了面部之外呢，会在衣服啊，那整个的形态，甚至所处的这个环境呢，都会有更多的一致性的要求。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创建一致性的这种角色的时候呢，一般是在一张图里边完成的。那里边放这个图片的多少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大家注意，这是一个7张图的，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致性的角色列表啊。而这个呢是19张图的。那除了我们人物的正面的特写，还有它的正面、侧面、背面以及各个角度的面部，那这种呢在训练 LoRA 的时候呢，也就更加的有效果。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个即兴的尝试，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的一致性的角色列表，我们用 Flux 怎么去做？这种东西呢，更多的是使用 OpenPose。那下边呢，我们就来试一下。那在实现这个功能之前呢，你最起码呢要准备一张参考图，它可以是一个姿势的列表，也可以呢是一个人物的列表，然后我们通过预处理器把它转成一个姿势的列表，这个都可以。那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流的难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想用 Flux 去创建这个工作流的话呢，在 Flux 里边 OpenPose 的实现其实呢并不是特别的到位。那如果我们要用 SDXL 呢，可能大家又觉得那 Flux 创建的人物可能更加逼真，所以说呢两相呢就很难去取舍。那我今天呢就尽量的用 Flux 比较好的来完成一个角色的列表。那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列表的宽和高呢做一下调整。这个怎么调呢？我们这样来看啊，比方说我现在先用最简单的这个来创建一个角色列表。那首先呢，我当然需要的是一个加载图片的节点。然后我们将7张图片的这个给它传上去。那下边呢，我们给它放大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预览一下这个图片，打开一下。大家注意啊，它现在的大小呢是1161乘以903。那我们就用这个来作为它的宽和高，因为它现在是接近于这个 megapixel 啊。那所以说呢，我们这儿就直接 get image size， 这个有很多，用哪个都行。用 KJNode 的这个，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的 width 和 height 给它放到这儿来。那包括我们这儿啊，也可以这样写。那这样这2个节点就没有用了。那这是我们加载图片啊，下边呢我们处理一下它。那处理它的话呢，我同样呢是用 OpenPose 或者是 DW OpenPose。你要注意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你看你有没有背对着你的啊？如果你要是有背对着你的，你就要用 OpenPose。如果你要是没有的话，你就用 DW OpenPose。因为呢 DW OpenPose 由于有脸的这个特征嘛，所以说呢它在处理背面的这个效果的时候呢，并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就用 OpenPose。然后我们把缩放之后的这张图片给它拿过来，注意啊，这个 resolution 我们是用小的这个啊，所以说呢，我们把它转成一个输入项。这个你可以做比较，当然你可以肉眼去看啊，因为这种角色列表呢，一般都是一个偏方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把 height 来作为 resolution， 看一下这个图片的效果。那这个就是 OpenPose 的一个处理器我们实现的一个效果。我们把脸部给它禁掉啊，因为如果有背对着我们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它的确是不太容易识别的啊。那现在呢就是这样一个效果。那剩下的事情其实就很简单了，我们主要是用一个 ControlNet 来生成一张图片啊。那这儿呢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我们增加一个 ControlNet 的节点。这个图片呢，当然是我直接处理过的这张图片来作为姿势的控制。然后这个呢，我们会用 UniPro 这个东西，因为它是一个联合模型。那我们之前的用法呢是这样去用，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呢加上一个 type 的设置。
因为我们这儿是一个 pose 模型啊，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会将这儿换成 open pose。这个你回头可以试一下，这个效果呢不太好啊。正向的条件，反向条件。注意啊，由于它是一个 Flux 的，所以说这个 VE 是需要连上的。然后我们这儿就可以用采样器了 ，Key Sampler。模型的部分，正向提示词。注意啊，在我们正常的这个结果里边，正向提示词是需要过一个 guidance 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拿过来。然后反向提示词 latent image 当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latent image， 然后 VE decode 我们把 VE 给它连过来，然后预览一下这张图片。那基本上就这样啊。然后25步采样，正常的应该这样去做。我们这样把这儿调成1啊，我们把这个强度呢稍微给它减一下。这儿我们用 0.7， 这儿呢我们用 0.7啊，或者 0.6 都行，就是别开得太满就可以啊。下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大家注意，这是我们一开始拿到的这个效果，这个非常的难看。这个有很多原因啊。首先呢是提示词，提示词呢你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描述啊。比方说我经常会这样写，首先呢明确这是一个角色列表，然后呢背景是比较简单的，多视角的，然后多角度的，面部都是可见的，然后是一个肖像，然后是一个描述啊。那女孩穿着一个长裙子，然后呢是比较时尚的，然后表情呢也比较自然，然后呢是一个写实性的这样一个作品。当然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啊。如果我们现在加上之后呢，可能会好一点啊，但是你注意不会好太多，因为关键的元素呢还不在这儿。大家看一下，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现在呢看的也比较清楚啊。那么我们对姿势的控制呢也基本上呢是比较到位的。另外呢，经过我测试，大家注意啊，就是这个节点啊，其实呢可以加可以不加啊。那比方说我现在直接连过来，大家注意，我们再生成一遍。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感觉可能会更好啊。就是刚才呢，其实这个节点要不要的都可以，这是我们经常可能容易忽视的一个东西啊，可能不尝试很难知道说这儿可以不加这个节点，因为按常理来讲呢，我们是需要加的。另外的话呢，我们经常还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保证角色的一致性，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基础的调整，比方说我会加一些 LoRa 进去，这是我经常用的一个手段啊。大家注意，我们这儿加一些 LoRa。我经常用的第一个是小红书的这个 LoRa， 小红书 LoRa 之后，我建议大家把这个采样器呢给它改成小红书默认的那个采样器，然后呢我们再来生成一遍。大家看这个人物可能就更漂亮一点啊，更接近东方的这个人物。你觉得他这个脸有点走形，主要是因为这个分辨率不够，回头你在放大的时候呢，可能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这个权重呢，我们建议还是按照官方的走啊 0.8， 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手段。大家注意，生成的这个人物呢也是不错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有自己的 LoRa 呢，可以加上去啊，可以让这个面部呢变得更加的统一，就是基本你多次生成，这个面部可能也是统一的。比方我们之前训练过那个自定义的 LoRa， 我们用 FluxGM 或者是 ComfyUI 都训练过，我们可以加一个，大家看一下。我们用那个 FluxGYM 训练的那个啊 Gain Loss， 然后应该是 V4 吧 ，V4 版。然后这个值呢，我可以稍微小一点，比方我到 0.6 啊。然后我们再来生成，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物呢，就会有比较强的一致性。那这是刚才生成的这张，我们再生成一张，大家感觉一下那个人长得啊，大家感觉一下，其实长得呢还是很像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第二种呢，就是这个角色的列表更加的密集，比方说呢，我们用这个。
那这个的话呢，它就更密集一些啊。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工作流怎么改。那同样呢，我们需要 get image size 啊，就是我们需要它的宽和高，然后把这个地方给它连过去就行啊。这是宽，回头你用这个工作流的时候自己改一下啊，我就不建2个不一样的工作流了。这个我们 resize 一下它，因为它可能有点太大，1280吧，然后也是1280，我们这样的话呢，不至于采样采不出来，待会儿崩了是吧？别的呢基本上一样啊，我们再看一下，如果说这个19个人物的这个角色列表，是不是能够生成出来依然有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应该属于极限了，做的再大的我就没见过了啊，基本上这样就算是相当可以了。大家看一下这儿这个角色啊，这个角色呢，我们会发现它就有点不太清楚啊，尤其是这个裙子的颜色呢，其实也不太统一。那如果这个比较小的话，你可以考虑调大这个的值啊，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把它 bypass 掉。对啊，如果是大的话，这个还是要有的啊。如果分辨率或者图像太小，你可以考虑把这个调大，或者是直接把它略过去，这个效果呢往往会清晰很多。这个呢是我尝试的一个结果啊，没有什么理论支持，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解释它是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一般看到不清楚的时候，就想到要调大这个东西。那大家看一下它的生成的质量呢，其实就要好很多。但小图片肯定还是保证不了的啊，但是基本上呢，这大图片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生成这个图片有什么用呢？一般呢就是用来训练 LoRA。你注意啊，这个生成的过程是需要抽卡的啊，你要不断的抽，然后找到你比较喜欢的这个图片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把它取过来。当然像这个地方啊多出来2只脚吧，这是你该修的时候可能还得修啊。那下边呢我们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训练成 LoRA 的话呢，需要把它裁出来。这个裁出来的话呢，会比较麻烦啊。一般呢，我们有2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手动裁切，第二种呢是自动裁切。那这样我们来试一下自动裁切，看一下，如果说你不想用 Photo 或者其他的这种工具，想把这个图片给它一个一个弄出来，这个应该怎么去弄？首先呢，我们应该加载这个图片，比方说用这个。别的都一样，我会用到一套节点啊，这个节点呢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Impact 里边 Face Detailer 那套东西啊。那其实呢，我就是要把一个人物呢给它检测出来，这是一个 Detailer 的流程啊。现在呢，我不要这么多，我只要 6 出来就行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割的这个部分给它弄出来就行。图片是这个图片，大家注意，我这儿并不是检测脸，我是检测人，所以说呢，我用的是 person。然后呢，我们可以预览一下这个 segmentation， 这个图片我们还是给它拿过来，这样会更好看一点啊。现在呢，这7张图片呢，我基本上就全拿出来了。每个人物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给它分割出来了。当然呢，我现在其实并不是要一个分割啊，我现在呢还是想要一个遮罩，所以说呢，我们把它转成 mask， 6 to mask。 分割转成遮罩的时候，可以转折成一个组合在一起的遮罩，也可以转移成 list 或者是 batch。 这个我们转移成一个 list 啊，让它一张一张的单独的分出来。所以说呢，我们这儿用 steps， 然后来一个 mask preview， 预览一下这个遮罩。那我们点开它，注意啊，这7张我们就全有了。那其实我要的也不是这个遮罩啊，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的是一个 bounding box， 就是要的是一个 B box 框啊。所以说呢，我这儿用一个 mask bounding box， 同样把这个图片也连过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片给它拿出来了。大家看一下，它就裁出来了。那下边一个流程就是放大了啊，放大呢，我们单独的放一个工作流来做。这个流程其实我们做过很多遍了啊，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来一个 Flux 的基础工作流，
这些是不要的，因为我现在是放大图片嘛。提示词呢简单写一下，我们还是写 masterpiece 杰作，然后我们再写一个 best quality 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用 Florence 去把这个提示词反推出来啊，这个我们就不那么麻烦了。然后呢，我们加载这张图片放大。同样我们需要获取这个图片的大小。然后呢，我们这儿需要加一个 upscale 的 counternet， 所以说呢，我们增加一个 counternet 的流程。参数调整一下，注意啊，这个我们用的是 upscaler。image 当然是我们原始的图片。同样，我们需要把 VE 给它连上 ，get 一下吧。正向条件，反向条件。那么剩下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 case sampler。这儿呢，我们把权重稍微调一下，这儿我调到 0.75， 这儿同样调到 0.75， 就一个标准的调法，别开太大就行。然后我们加一个 case sampler， 把该连的全给它连上。model 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这个 latent image 你要注意啊，我们是把它进行 VLE encode， 然后呢给它拿过来，25步采样。这个呢我们先用 Ola 和 Normal， 一定是 1.0 的降噪啊。然后呢 VLE decode VAE 需要连一下，隔得有点远了，预览一下图片。好，执行。这是我们放大之后的图像，大家注意，就会非常清晰和漂亮啊，而且脸部的细节呢也都是有的。你注意啊，在这儿呢，我们一般有一个原则叫做模型一致性原则，什么意思？是说，如果说你在生成图片的是什么模型组合，那你这儿呢尽量的也是一样的。那也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呢，其实这儿还是要加上我们对应的 LoRa。那第一个呢是小红书的，这个呢我们给到 0.8。跟那个你生成都是尽量是一样的啊，这个呢我们用 GAN loss， 这是我自己训练的，这个呢我们给到 0.6， 我们给它连上。然后采样的算法呢，我们同样使用 DIS 和 beta， 那就是跟你生成都是尽量保持一致，这个效果呢会更好。这个呢不是说它漂亮不漂亮，而是说你尽量的放大时候的模型呢和你生成时候的模型是一样的。这个呢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原则啊，我把它叫做模型一致性原则。那我们这儿呢主要讲了3个工作流啊，第一个呢就是怎么去生成这个角色列表，第二个呢是把它自动的切出来，第三个呢是放大。其实呢最后一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啊，不属于新的内容，大家呢回头可以自己试一下。生成的图片呢你可以直接去训练 LoRa， 训练 LoRa 的时候呢尽量的还是用Flux JVM， 因为那个对于分辨率没有要求啊，但是用 Config 的时候呢，它是要说明这是512的，还是768的，还是1024的，但是 Flux JVM 是支持所有分辨率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